跟我以前检查都不一样。以前检查我在丹东检查怎么检查的？去了之后，我说大夫，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唱不了假音。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高音不行，唱不了假音。他说那你找老师学学啊。你那是唱歌部分的问题。我说不是，我说我嗓子应该有毛病，你给我检查检查吧。他说那行吧。然后呢，他就给我做那个喉镜嘛，喉镜一个铁棍插到喉头里。他说你这个有个息肉在上面。我说那怎么弄？他说这样我给你开点药吧。我说好。然后呢，他说我给你开点药吧。我说一般开什么药？他说有一个叫什么亮音丸啊，就是亮是明亮的亮，声音的音啊，那个小丸子的丸，然后亮音丸，我给你开点吧。我说好。结果他就给我开药，我就去那个药房取药嘛。取药的时候，那个护士看了一眼单子，看了一眼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嗓子疼，我就给我开点这个治嗓子药。我说我也不知道不明白什么意思啊。结果给我开了一塑料袋的药，一塑料口袋，就特别多啊，大概有20-30盒啊，就20-30盒还有20-30瓶。我说怎么这么多？他说是有点多。我说是有点多。我说那多少钱？900。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呢。他说是这个大夫给你开的有点多，要不你叫他给你少弄点啊。我估计那个大夫是有业绩啊，所以给我开那个药，我回家就根本吃不了啊，太多了。然后呢，我光吃药也没啥用，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我今天去那个北京同仁医院，我跟你讲就很专业，专业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要去做检查之前，他先给你做一个什么检查呢？就是叫声音检测室啊，一个屋子。进去干嘛呢？让你唱歌。我进去之后呢，他有麦克风，我看怎么就没有怎么另外有个麦克风在那放了。前面摆个电脑一个麦克风，我想似曾相识感觉啊，就我这个麦克风一样的啊。那一个电脑前面摆个麦克风，我这医生平时直播呀然后呢，我就说那个大夫就说那个来，你先唱个啊。还在考我我是作为一个歌手唱不了吗？我问他，我说用不用颤音？就可以需要带颤音的吗？还是就是那个一口气儿？我说我可以颤音，我可以加气声你要哪种？你需要录哪种？他说你就正常就行，就正常我让你听再听。我就那再来个一五都唱完了。唱完之后呢，然后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看他，因为他那个很专业，他把你的声音录出来有波形的，然后经过电脑的运算检测，看到你嗓子的问题，他会看到你嗓子的问题到底哑的程度和那个两个声带摩擦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就弄完了，告我再填个表。朋友们，这个表神奇了几个问题几个很多问题，然后答案有什么呢？有无、很少、经常不是经常，很少然后是中等，然后呢很多、非常五个选项。然后呢我就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你的朋友能不能听清？不是，就是他是反问，感谢宁哥的小树他是反问说，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你的朋友会不会听不清？我一想，我天天直播呀，我要听不清那不完了吗？我说
我先选无也不对，因为我毕竟有口音嘛，我寻思口音也算里吧。因为有时候说丹东话的时候说太快，大家也有听不懂的时候啊。比如我现在说的快一点，你根本就有的时候听不懂，你都听不懂我在这胡说八道是什么，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很少吧。反正就是这个类似的话题，类似这些话题说那个就是类似，但最后一项就变态了，最后一项就特别夸张，是什么呢？你会不会因为声音嘶哑而不想与人沟通？我这是涉及到心理学了吧？他会不会就是考虑到这个人会不会有自闭症，你知道吗？就会不会因为声音嘶哑而逃避与人沟通？我说，我就觉得无也不太好吧，很少。因为我平时很少就是也很有一点不喜欢跟人沟通嘛，我填个很少吧。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因为声音嘶哑而感到自卑？自卑有吗？我觉得很骄傲，因为这是我嗓音的特色啊！我就因为这个讲真的会不会是我？就因为这个咱们出来了嘛，我就很骄傲嘛。我写了个无，反正后面的问题基本都是什么呢？就是检查你心里有没有障碍的一个问题啊。我这就是很专业，他整个检查就是特别专业。就是他后面他填个表嘛啊，有朋友20%，这个是真的啊，你去检查嗓音的话你就知道了。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呢，检查完之后呢，然后那个就后来检查完，就是他都会有些备案，有那个自己的一个病历嘛。完事之后呢，他就让你做那个喉镜了嘛，做喉镜，然后就是做喉镜，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嗓子就是一个人拿手拉着你的嗓子，然后拿个管子插到你的喉咙里啊。检查完之后呢，就一个挺大的一个那个息肉在上面。我说大夫能不能说不治？他说不治也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得3个月保守治疗啊。这3个月，第一不能抽烟喝酒，第二不能过度用嗓。我说那也不太可能。他说医生说我建议你是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这个状态，正常人是唱不了歌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现在这个严重程度啊，就正常人是唱不了歌的，因为它已经太大了，它已经阻碍你的声带闭合，你的唱歌完全控制不住。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说那我怎么回事呢？歌手我都上了，你说我唱不了歌，我觉得不太科学。我才不跟你为你勾了，我爱你的闹，我爱你的闹。我觉得不太科学。然后呢，我说那，他说你现在唱其实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硬唱了。我说那我就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做了，我把这个手术做了啊。然后当时我就会担心做后了怎么办，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做完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说这个谁也保不准。因为声带这个东西啊，它是2片肉，我只能保证你做完之后一定能说话，不会变成哑巴。但你具体你的音色，因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在嗓子上，它必然会影响你的发音，你的声音，对吧？一定会影响到。然后呢，但是你做完之后，一定你的声音会变化。我说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我声音很嘶哑嘛，对吧？你今天听我说话，但是咱家朋友很多都习惯了。他不会觉得我哑啊，包括我唱歌就是他不会觉得我哑，是吧？他就觉得就很正常。阳光彩虹小白马，你会觉得哑吗？不会啊，对吧？然后呢，但是我做完之后，我在想会变成什么样？能不能说话像个太监一样？我就跟大夫说，我说大夫，那我做完之后能不能就声音特别娘？大夫说咱们是切声带，不是切别的。
这些代价我只奔着我是这样。啊，大伙大夫没那么皮啊，我心里是那么想的。这样，就是我是那么想的。然后呢，就定了要做嘛，啊，做。然后今天咱俩雅瑶还挺好的啊，雅瑶晚上的时候问我说：“小宁，你什么时候做手术？”我说：“我月末吧。”我说：“在哪个医院？哪天？”雅瑶嘛，咱那个地宫那边，那个不是地宫啊，是地宫吗？不是粉丝团，他是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地宫那边是吧？啊，雅瑶问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公益那边，对，他是公益那边公益站那边啊。然后他说哪天那个什么哪天那个手术你告我一声啊，那个几号在哪？我说你干嘛？你要组织应援啊？你要组织咱家朋友到医院门口给我应援吗？刘玉宁加油！刘玉宁加油！我没有必要啊。一群人在门口拿荧光棒，我给他们做手术，拉横幅，那花啊！我说这是疯了吗？都啊！我说不用应援啊！我说用不别应援，你管我哪天做手术干嘛？他说不是，我说咱们不是兄弟吗？我看看你，到时候给你送点水果嘛。我说你不用，我说做完我就走了，不是什么手术。这玩意儿说句心里话，这玩意儿比割双眼皮都简单，那玩意儿，双眼皮那创口都比较大，但这个比割双眼皮简单，没那么严重啊，不至于说咱们还得去看看病什么的，没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个手术要做全麻的啊，还是有一些那个什么的啊，有一些那个什么的，到时候。有朋友有那个，我还想到时候做全麻都得家属签字嘛，我到时候要不用大飞阿卓签一个吧，疼吗？就是全麻嘛，那就不疼了嘛，对吧？就扎麻药那下疼，然后麻完之后呢，就这个做的时候应该不疼，做完了缓过来应该会疼，因为毕竟它也是有伤口的嘛，对吧？它是有伤口的，所以也挺遭罪的啊，所以我寻思就的这一会儿，正好我过年可以休几天，我就把这个嗓子休了。